各位学员，大家好，欢迎大家修读输血医学，我是慈济大学医技系慧茹老师。还有一个还没解释，这个叫后天性 B 抗原，还有后天性的哦，除了先天性，居然还有后天性。好，先跟大家说一个重点，这个后天性抗原的发生必须要有2个前提，它才会发生。第一个，只会发生在 A 型血型的人，等一下再告诉大家原因。第二个，这个病患刚好有被革兰氏阴性的细菌呢所感染，所以他是 A 型的人。然后，如果你看了他的病史是有 A 型的人，那目前也有细菌感染的疑虑。那血清在做 ABO 血型鉴定的时候，刚好发生了这个 extra antibody 的疑虑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可以进行这方面的问题的厘清。那我先解释一下，为什么是在这2个条件下会发生后天性 B 抗原的形成。好，首先我们先看到真的这张图。好，这是我画的卡通图哈，这个是 A antigen 透过糖基的串接而形成的哈。那在有细菌感染的情况下，尤其是有部分的革兰氏阴性的细菌，它是具有一个酵素，这个酵素呢会进行这个去乙烯化，而将我们原本的 A 糖基，好，这个乙烯半乳酸胺的部分去乙烯化哦，就变成半乳糖胺。变就变嘛哈，有人就觉得变就变，又怎么样？好，我就把图拿来做比对一下。一个是刚刚透过细菌的帮忙哈，帮忙去乙烯化，变成我们的半乳糖胺。那另外一边呢，是我们原本的 B 抗原，大家看看有没有长得很像？好像有那么一点像吧哈，有哪里不一样？所以上面的那个颜色不一样，看起来就不一样哈。好，那在上面的结构，我再把它放大给大家看哈。后天性 B 抗原上面刚刚因为被去乙烯化，所以上面是半乳糖胺。那 B 抗原上面呢是半乳糖 galactose。好，其实在结构上它们是略微有一点点相似，而导致呢，当我们的 anti B 放进去的时候，会有误判的情形，就会有一个特异性不足，所以会接上去，会有一个反应存在。所以因此我们来看一下实际的例子好了。我们如果有一天拿到病人的样品，然后进行血清分型、细胞分型，那我们看到这样的价数：4价、2价、0、4价。先猜猜看，上面当然有很多资讯哦，你可以想一想，如果是你看到，你要猜是什么样的血型呢？好，前面细胞分型加了 anti-A 有4价，有 A 抗原，加了 B 居然只有2价，好像有点存疑哈。好。接下来看看旁边的血清分型，这边是一个 negative 的，跟我们的4价刚好做个相对应，近乎 A 型咯，好，近乎 A 型。那心里就在想，抗体加了 B 细胞以后是4价，所以病人应该不是 AB 型。那这个多出来的，在我们的细胞分型又加入 anti-B 的情况下，怎么多出一个2价啊？本来那里应该是0的哈，心里也有一点存疑。好，那这时候多出来这样的讯号到底是什么哈？也可以做一些方法的厘清。那刚好提到它有2个 criteria， 它是 A 型，然后也有细菌感染的疑虑。好，那就有机会哈，可能是这个后天性的 B 抗原。那用推敲的是这样，怎么证明它呢？有以下几种证明的方式。实验室如果有购买单株的后天性 B 抗原相对应的抗体，就可以直接来做使用，因为这一株抗体只会针对刚刚提到的后天 B 抗原有交叉反应。好，那我们就可以排除掉说真正的 B 抗原了哈。好，第二个是我们可以使用酸碱的一个手法，将这个 anti-B 的 reagent 呢做一个酸化，调整在 pH 值6的情况下，来看看还有没有凝集反应。好，第3我们也可以透过唾液试验，刚好提到这个只是红血球上面被细菌做一个去乙烯化的动作。如果这时候我们去拿病人的唾液进行 A、B 抗原的鉴定，如果他真的是 A 血型的人，唾液里面也只会看得到 A 抗原了。好，那第4个呢，还可以做一招。刚刚那个细菌是不是帮我们乙烯化？那我们可不可以再加一个东西，再把它返回？你刚刚把我去掉乙烯，我把乙烯给它还原，
然后看看能不能还原成功。如果还原成功的话，这个反应就又回来原本的情况了哈，就可以透过以下几个方法来进行验证的动作。好，真的疑难杂症不少哈，继续努力下去。好，最后一个情境了。最后一个情境，我们来到了血清分型，它特别提到的是有多出来的抗体。那以下几种可能性，那你一看之下，其实大多都跟抗体有关，来自于体内的各种不同的抗体，而造成血清分型的时候有多出来的讯号。那因为它里面提到了一些特别的名词，所以在这边我们打开小字典，柯南小字典哈，让大家稍微了解一下。你可以看到antibody， 那就表示抗体，但是前面又有一个字首叫 ALLO， 还有一个叫 AUTO 哈，一个叫 allo antibody， 一个叫 auto antibody， 它又有什么不同呢？好，那我先解释第一个 allo antibody 呢，它大致上呢是因为输血或是怀孕而引发出来的一个液体抗体的一个情况，所以基本上呢，这个抗体是针对非自我物质里面的一个反应，它只会针对不是你个人里面的物质，然后进行一些反应，免疫反应。那如果是 auto antibody 呢？这翻成中文一下就懂哈，就是自体抗体，它是针对自身的抗原有进行反应的一类的抗体，我们就称之为 auto antibody。未来的实验里面，我们可能还会看到一个名词叫 auto control。auto control 就是病人的血清加上病人自己的红血球，看看是不是有 auto antibody 在里面。如果本身就有自体抗体的存在的话，我们把病人血清加上自己的红血球，你就会看到凝集反应。好，那这一块的干扰就来自于病人可能体内的自体抗体的一个鉴定的方式。好，真的是最后一个，好多最后一个哦，疑难杂症真的很多疑难杂症。好，这个情况非常罕见，然后没有放在刚刚最常见的那个分类表里面。但是呢，当时台湾的血液基金会呢，在呼应一个节日的时候，特别做一张图哈。那它是从基因层面来做一个了解。那我们来看喽，我们的 AB 的基因是位在染色体第9号。那平常呢，就是自己一个位置嘛哈。但是这个 6AB blood type 呢，你看它发生了一个不等量的close over 的一个情形，所以变成它通通挤进去了那个同一个 locus。好，所以在遗传学上就会看到非常罕见的这个情形。好，那可能呢，他用了一个比较可爱的名称给大家，先让我朗读一下：世人以为各自独立的我们，以悄然合为一体，创造惊奇。这真是我觉得医学跟文学如果结合在一起，就突然间可以透过又觉得语句很美，又能理解这个背后基因学的概念。好，那我们来跳过旁边这个图。旁边这个图来告诉我们一件事哦，你看哦，爸爸先看到正方形的那个就是男生哈，爸爸的血型鉴定出来是 AB 型，妈妈就是圆形的那个，好，圆形的它鉴定出来 AB 型是 O 型血。然后太好了，他们两个真爱哈。AB 型的爸爸遇到了 O 型的妈妈，生下来的小孩 AB 型。那你为什么倒抽一口气？老师你他做功下 AB 型爸爸遇上 O 型妈妈，生下的小孩，依据你的掐指一算哈，根据孟德尔的遗传学，不是 A 型就是 B 型啦，怎么蹦出 AB 型的小孩？那这太奇妙了哈。那我觉得这张图也画得很好，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其实它就下面的那个染色体的小图，就呼应到说怎么去解释它居然是属于一个 AB 型的小孩，而且真的就是来自于这2位哈。那源头回去追的话，其实就是这个爸爸，他的基因呢，它就是属于这种 TRACE-AB 的一个形态，它的 AB locus 发生了非常罕见的一个不平等的一个 crossover 的一个情况，然后才导致后面的一个 AB 型的孩子的一个诞生所以就非常少见。但是你要知道，哇，原来世界上还有这样的从基因层面来解释的一个复杂情况所以第4型真的很累疑难杂症真的都在这个单元了。
所以一下子念不来的话，我们就回到那个刚刚的大表。希望大家对今天的第4类疑难杂症问题呢，有一些轻度的了解。从病人的病史、ABO 血型分型的反应的 type 太弱或者是太强，然后再来回头看 ABO 血型不规则的可能性是哪些，然后去想想看，如果是这样的可能性，我可以在实验室怎么证明，或者是透过这些medical history 的资料来做一个解决方法的验证。那以上是第4型的疑难杂症哦，我们一起都突破难关了。